美国人担心的是，过去他们不太治理，放到后院，让他们自己在那边烂的，作为美国的这种核心利益的附属的这些中南美洲国家，现在可能会强起来、壮起来，在中国的基建、跟经济、跟贸易的支持之下，甚至未来的科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就不是美国所掌控的门罗主义。更不是唐罗主义，所以我觉得对中南美洲这是一个宿命，悲哀的这个宿命。川普这一次活捉马杜洛是剑指大陆吗？我们来看到他掠夺的是委内瑞拉，他要来做的事情就是重建石油美元，斩首人民币国际化。从财经面，我们也做一次比较清晰的解读。好，来看到的是这一次川普针对美国的这一场大行动，有一个说法，他说是为了美元而打的这一场战争。来看到新华社怎么报道？他说，第一时间定调这就是赤裸裸的霸权行为。他认为美国再次的上演这个叫现代海盗的逻辑，也就是用政治呢来指控，并且正当化所有的军事行动，完成政权的更替之后，一切都由美国的资本做进驻，来瓜分一个国家的资源跟这个国家的命脉，并且回顾了川普才上任短短的时间，第二任期已经对7个国家发动了军事上面的行动。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委内瑞拉之外，还包括了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索马利亚、奈及利亚等等的国家。而另外也看到了，这个是川普嘴巴上说不会让美国再次的拖入战争，但是已经有这么多的国家是他祭出的这个军事行动了。那么现在也看到呢，为什么说他必须要打这个委内瑞拉，并且拿下它的石油呢？就是因为委内瑞拉虽然说看起来储量很高，但是它的产能还是不够的。他认为说技术上面受到限制，产能被压下来。如果美国接管，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来去生产它的石油的。那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对美国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将来可以用作美国的基础建设、AI 资料中心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杨老师怎么看？接下来美国的油气就会来做进驻，这是川普说的，这是川普的最终目的吗？一切都是为了石油？老师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川普上来之后啊，他也蛮一致的，他就是认为整个美洲就是美国的美洲，就是以前的门罗主义，现在我们把它叫唐罗主义嘛，哈，因为从英文的叫做 Down Road Doctrine。那这个唐罗主义跟门罗主义就不一样了。门罗主义只不过是在告诉这些西方的其他的这些大国不可以介入到美洲的事务，但是唐罗主义就更进一步，是美国要完全的主导。那我们看到就昨天1月4号的时候，在美国白宫的新闻副发言人的负责人叫做 Stephen Miller， 他的太太叫做 Katie Miller， 在 X 上面 po 就是把格陵兰岛整个变成美国的国旗，已经现在是2、3千万人在上去点赞但是呢，白宫这边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意见，所以他怎么评论？他就一个字 soon， 就很快就换格陵兰岛了，所以这个就表示说，就像他觉得这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整个美洲，那这边上面长了一个瘤，因为他反美，但是他又控制了这么大的一个资源，然后呢，让俄罗斯或者中国大陆的这些建设或者是经济，也许有军事进来，那我觉得美国这个如果从战略层面最担心的，不只是石油，石油当然是一个关键，石油公司的利益更是关键，但是呢，他真的怕中国的经济跟基础建设整个进来到中南美洲，现在已经不得了，整个就是“一带一路”港口，然后呢，基础建设进入到中南美洲，再加上贸易，这些数据我都不需要再多举例。事实上，在过去这3到5年之内，那是加倍，每年都是成倍数的这个成长。美国人担心的是，过去他们不太治理，放到后院，让他们自己在那边烂的，作为美国的这种核心利益的附属的这些中南美洲国家，现在可能会强起来、壮起来，在中国的基建、跟经济、跟贸易的支持之下，甚至未来的科技，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就不是美国所掌控的门罗主义，更不是唐罗主义了。
所以我觉得对中南美洲这是一个宿命，悲哀的这个宿命，他没有办法跟着中国跟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在基础建设跟贸易上在跟中国进行正常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大概开始排除的就是这些层面了。好，所以美国除了这次针对委内瑞拉它的攻击，除了要石油之外，也是要让这个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不要真的完全的进入在中南美洲国家，也要打击大陆的经济。一样的问题 ，Russ 有怎么看？这个需要时间，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回头看刚刚杨老师有提到，最近几年中国跟中南美洲国家贸易是越来越贸易的这个量越来越大。对。而且中国企业愿意投资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不管是机场、高速公路、铁轨等等啊。那问题是美国企业已经是一阵子不太想去那边投资，那怎么说服美国企业重新去那边投资？以前冷战的时候，美国企业是愿意在那边投资，然后后来是比较没有兴趣，那不管是因为贪污或利润不够等等问题啊。那中国企业因为很多是国营企业，那国家说，你要去中东投资，你要去中南美洲投资，他们就去，员工也跟着去。那美国企业不是国营企业，所以说服美国企业去那边投资，这个目前是一个问号，真的是一个问号。那另外刚刚有提到一些，不管是电讯设备，那怎么说服这些中南美洲国家说，你已经装了什么中国来的设备，不管是在港口或电讯等等，你要通通你出了，那当然他们会想美国说，那钱呢？钱哪里来的？这里目前也是一个问号。所以美国将来的确是会向这些国家继续施压，你不要跟中国合作，你跟中国合作的话，一定会有后果了。但是美国会弥补这个缺口，不管是贸易或投资方面，真的是一个问号。是好，所以美国持续的也是施压这些中南美洲国家，也是不要让大陆在这边持续的抢下在这边的经济上面的话语权之外，包括了夺得政治上面的话语权。那么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也要重新夺回在中南美洲国家这边的美元跟它的能源的定价权，因为呢，现在看起来委内瑞拉85%的原油都是流向中国的，并且都不是用美元做交易了，这边都是用它的本币做交易，直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一点反而是川普现在非常忧心的，所以呢，一旦他完成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的话，他希望未来西半球的石油都是用美元来做计价，把这个人民币计价给赶出去，有可能吗？委员怎么看？没有啊，是现在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买石油都是用美元啊，并不是用人民币啊，所以大家在谈石油美元啊、人民币能源结算啊，这个都杞人忧天，因为石油美元是什么意思？就是出口石油到美国的国家赚了美元以后，如何回流至美国？那个回流美国的钱叫石油美元。美国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石油的国家，它的进口啊，一天大概700万桶，非常少。它一天生产1300万桶，然后这个进口这个出口700万桶，数量不大啊。然后进口多少？500万桶。可是进口从哪里来？就加拿大，加拿大95%卖给美国，是运输成本的关系啦。北边的就用加拿大的油，南边用别的地方德州的油。那这种石油美元会真的累计比较多的就出口国家啊，最大的就是沙特阿拉伯啊。那俄罗斯现在在卖石油都用人民币结算了，所以这个石油美元就是卖美元所持有，卖石油所持有的美元。是已经到顶了，已经到顶了。那你美国说接管美国石油公司接管了委内瑞拉石油，它不卖给中国，卖给谁？因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的中国啊，量很大，你没有人可以买，你还是卖给中国啊。所以川普这么会做生意的人，他当然金明兄，你给我多买几桶啊！我现在你不要跟俄罗斯买，你跟我买，我们两个好一点。这种事情川普会干的啦，对不对？那。竟然中国少给俄罗斯买石油，还多跟委内瑞拉买石油，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多少啊。那这个生意一定会达成，所以那人民币结算有它的上限。你别看那个世界贸易量很大，因为毕竟人民币的国际银行系统还不成熟，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在中国央行所能够影响的其他的央行数得出来，没几家，啊。
而美国联准会所能够影响的央行，欧洲一大堆啊，日本啊、韩国啦、澳洲啦、加拿大这几个央行加起来的 GDP 超过全世界60%。这是央行厉害的地方啊。那你说北京人民银行能够打一通电话号令几家央行，数得出来啊？这个才是人民币结算的精华。你不要看它什么每天交易的没有，是央行谁厉害。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认为人民币的结算还没到天花板，但是有它的天花板。然后美元、石油美也到天花板，再增加也不太可能啦。因为什么？因为其他的跟石油没有关系啊。所以如果不是大宗石油结算，其他零零星星的结算，什么义乌产品，那坦白讲不是重点。好，以后应该会用川普家族发行的虚拟货币来结算才对。你别有企图，你别有企图。来，小舰长。我们来看啊，其实美国真正在意的，也就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基础建设，其实现在都落在中国大陆的手上。那我们来看，之前在秘鲁有钱开港，那在大西洋一侧没有了吧？可是它有两洋铁路啊，两洋铁路如果铺成了，那也就是绝不可能。美国不准你盖两岸铁路，绝对不可能。对，那个就是我马上就要讲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里面，他特别有提到有关于基础建设的部分，他提到的也就是中国以及俄罗斯的部分，你不要来染指。那美国真正想做的是什么？那刚刚郑源老师有提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委内瑞拉它的这一个炼油的效率不好啊，那它炼油的效率不好，但是呢，有人很想炼啊，那也就是铁氟龙啊，它在这边有这么多家，也就是在现在讲到的所谓的美国湾的部分，它有这么多的一个炼油厂，而且它专门炼的，也就是委内瑞拉的这种种植的这个石油的部分。可是呢，委内瑞拉的油现在却出不来。那委内瑞拉是一直都如此吗？不是。我们来看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委内瑞拉的油是美国的3倍。可是现在美国当然它有页岩油的部分啊，那它页岩油其实是现在委内瑞拉的7倍。那其实刚刚讲说没有钱的部分啊，那个他很快就会跟那个现在的代理总统讲，钱在这里啊。那刚刚也提到的，也就是委内瑞拉哦，它其实是蕴藏量是世界第一。可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前几大的国家，如果你不当美油友的话，你就准备遭殃。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无论是伊朗啊、伊拉克啊，通通都是。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也就是委内瑞拉事实上它是有稀土的，也就是我们看到黄色的这一块，它叫做奥里诺科矿产之湖。那现在我们只要看到美国想要对哪动手，就像刚刚杨老师特别提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格陵兰，它也是都是在它的边缘都有非常多的稀土。那你说中间没有吗？中间不是没有啊，是冰封着。可是现在呢，如果以这一个我们讲到说温室效应以及极端气候之下，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发现，很难讲。所以川普即将染指整个除美洲以外的美洲国家。新的一年2026年到来，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到底如何。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持续对美国，他们持续的买黄金，但是呢，持续的卖美债，是不是2026等于中美摊牌做最后的一个布局？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先来看一下2025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哦，用数字告诉了世界一些有关于经济上面的讯号，那就是 A 股现在呢封关日啊，发现它创下了6年最大的一个涨幅，表现非常的好，沪指站上了3900多点，全年涨幅更是飙涨了18%，创业板全年也是爆冲了大约49.57%，尤其在科技类股上面是贡献了股市非常多，机器人啊、商业航太或者是能源金属表现都非常的好。另外一头则是香港了，香港我们看到在2026年呢，一共是有
106家的企业终于是 IPO 了，吸金也非常的多，这个金额甚至来到了全球第一。重点是90%都是来自于大陆的企业做上市的，被形容是中企的一个吸金池。好，这个是有关于在资本市场的部分。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的另外一个去年的一个重大布局呢，就是它持续的买黄金，并且呢卖美债。黄金买了多少？大陆的央行连续12个月买黄金，储备冲上了7409万盎司哦。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到在黄金飙涨之下，黄金占外汇的这个除重的比例一度写下了历史新高。那另外一方面，大陆也持续的挖金哦。那在这个地方是在中国大陆的东北辽宁挖出了1444吨最大的金矿，价值换算新台币高达了6兆元。那中国大陆政府展望的2026，它还要持续的提振它现在比较虚弱一些的内需市场，所以呢，还有它的投资市场，所以呢，它最新宣布展开1.3兆元的投资计划，来稳投资、撑经济，继续它的经济的成长动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A 股的牛市大爆发，这个会是一个资本市场的泡沫，还是这背后是真的代表了经济上面的畅旺呢？那另外一方面，大陆持续的买黄金降低美债，是在为接下来2026中美的摊牌做准备吗？委员怎么解读？对，我想过去几年哦，这个我认为习近平推动了几个重要的政策，在当时他推动的时候，外界其实都是以看好戏的心情哦，甚至这个酸言酸语哦，那么来批评这些政策。可是现在你回头去看，你会发现习近平当时在推动这个政策是很有远见的哦。第一个，他去处理了房市泡沫。当时大家在笑说你没事去处理什么房市泡沫嘞？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但是还好他处理了房市泡沫。他如果那个时候不处理，这个时候的房市泡沫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当你面临到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你的房市泡沫就让你雪上加霜，可以让你一枪毙命了。他当时处理了房市泡沫，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房市慢慢开始稳定起来了。就你现在去看看北上广深哦，我最近才从上海回来，我看了古北的区的一个房子哦，当时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房子看起来挺不错的，我们都以为说，哎呦，这个房价开始下跌了吧？你无法想象哎，古北区的一套房子可能还不到台湾的50平，要台币9000万呢。就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滨江区，不是什么特别核心区，就是一个古北区的房子，台币要9000万啊。所以它的房价已经逐渐的开始稳定了哦，那么已经开始在抗跌了。那还好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房市对中国大陆不是问题。然后第二，他做了共同富裕。那个时候他推共同富裕的时候，大家就笑说你推共同富裕，你就是共产党，你社会主义又重新回来了。结果呢，还好共同富裕。今天中国大陆的消费人口开始增加。我每一次去中国大陆，我都会去看那个卖场的人，我会看上班时间的人或者假日的人。最近我们家的亲戚还在福州嘞，我特别问他说：“那福州的状况怎么样？”不管是上班时刻或者是放假时刻，福州就是个人山人海的地方。我现在还不是讲北上广深，我讲的是福州，它都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这种内需的消费，不就是因为共同富裕来的吗？如果你没有共同富裕，你就走回美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了。那到时候你在这个时刻，你就根本不可能靠内需的消费来带动你的经济发展嘛。然后第三，增持黄金。他在过去这几年增持黄金的时候，大家都在笑，说你干嘛要增持黄金呢？你看美债的利率这么高，你拿黄金又没有利息。可是他当时的增持黄金，他入手的价格可能才1000多$2000，哎，现在已经到4500了。所以他在过去这几年不断的增持黄金，其实对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一个大的获利啊。然后再加上分散市场，因为分散了市场，所以东盟取代了美国成为最大的市场，所以它没有受到冲击。也正因为这些，你才会看到2025年。在上证指数涨了18.41%，深圳指数涨了29.87%，创业板涨得更高49.57%。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中美贸易战里，它根本没有受伤。再加上政府投下了全部的资源去发展科技。你光看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 AI 公司叫做 Manus， 当时做 AI agent、AI 代理人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嘲笑说，怎么可能通用型的 AI 智慧这个时候做得出来 ？Manus 做出来了。25亿元卖给了 Meta， 这是 Meta 有史以来的第3大的收购案，就是买了中国的另外一家的 AI 公司。中国不是只有一个 Manus， 我们数字王国在中国有据点，我们也正在中国寻求上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中国大陆这种公司多的是。
那么这些科技的发展，成为了当然中国大陆股市的一个重大的动能。所以不管是上证指数、深圳指数，或者是创业板，甚至像港股，当然都因为这样的动能而拉升起来。是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一系列因为政府政策的拉抬所以对于整个稳经济上面有一定显著的一个效果。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请聂老师从地缘政治上面来做解读好了，因为大陆一系列的动作，不管是买黄金、卖美债等等，是不是也在中美之间，在2026年尤其要做摊牌？好，地缘政治我后半段讲，先讲一下刚才那个我们讲孙委员讲的也有道理，就是2022年3月，这个习近平讲的一句话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用了3道防线。对，那我觉得这是休克疗法，但一定要这样做嘛？如果是现在发生怎么办？现在这个国际形势这么地缘政治这么严重，立刻死对。但在那3年前，他真的做到，真的打压到了。当然，你知道碧桂园、恒大等等一系倒地，没有错，房地产也这么低。那我讲不好听，这有点像休克疗法。你今天已经倒到那边不行了，就帮激动你一下，让你好像很惨，其实你慢慢就会恢复。是，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这是第一个。当然感觉上经济不太好。再来第二个呢 ，COVID-19 走过这一段时间，因为封城锁国，的确消费的确有这个降低不少。所以当它即便在2023年开放之后，的消费力道并没有完全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因为大陆的产能过剩需求下滑，从胡锦涛开始就一直发生，产能过剩，尤其他们在最后科技发展太快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很可怕，东西产量太快了，成本也都太低。我们都知道量多嘛，便宜就产生内卷。这内卷你没有办法，就会造成经济的一些紧缩。不过我觉得大陆官员真的很厉害，我最近看到几个视频他们一直在跟人民讲，没有错，我们的经济其实他们经济真的有点受伤。那他们的爱国心也不断在提高因为最近不管甚至高市或者是美国的问题，他们现在教育的非常的深化，你知道，他甚至我看到他说，我们一定要说一结实，一定要忍耐，我们一定要收紧。如果你不收紧，我们将会100年难以翻身。只要我们收紧，我们只要够忍耐，可以告诉大家，100年都是我们过好日子。这个国际就是我们做控制权，只要大家撑过这一段时间，100年是我们的。如果撑不过100年都翻不了身，请大家一定要忍耐，将来就会好。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最后讲一个我很清楚爆黄金，还有这个抛美债、降美债的主要原因主要就是要去美元化。中国做太多事情，包括刚刚讲海南岛这个10月18号的海南封关一样的道理，它就是要去美元化。在2018年1月18号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用石油用人民币换也是去美元化，太多，它从内从外都在做这个动作，甚至它用它的未来的高规格金融站这个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叫 CBDC 也是在去美元化。他真的做到的，想用各种方式来做，这就是他很棒的策略。最后一个地缘政治，我觉得最妙的跟这金融有关。他在2个月前11月初，他发了一个美元用美国债，由中国发美元债，你知道在香港40亿，认购率多少？你知道吗？29倍，1182亿。美国自己发同样债3倍，他就是还是对美债已经38兆了嘛，这么欠那么多，还是有信心3倍认购率。中国是它的10倍认购率，什么意思？他在用这个测试，因为今天控制美元债是中国来控制，反正我先收集美元，然后我发债，钱是我在用，你这个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好。他先试一看他在国际的呼朋引伴的力量，他发现他现在国际信心比美国还强。现在国际中，包括你在上海弄个黄金储库，马来西亚去存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在美国存，不要在纽约存，以后来这边你的外汇准备的黄金等等就到我国家来。这个是要拿到国家全世界主导权一个很重要的苦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讲地缘政治，我觉得他这一道做的不只是股市，当然股市从2700多了，在去年中的时候，现在真的涨到全部，光今年你刚讲的差不多28%，对，现在到4300点，4200多点，涨了快30多%，这个的确表示对内对外大家对他都有信心。除了刚刚讲真实就是买那个债的9倍认购率之外，那个是外资来的。他们的 A 股也有很多是外资，表示国际间不止他本国这个国民，外资也对他非常有信心，也就是造成他 A 股上升的主要原因。也很清楚看到这个地缘政治鹿死谁手，看起来龙鹰之争，龙好像是赢了这只老鹰。好，这个是国际资本，刚刚聂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对大陆的信心度持续的上升。那确实就在此刻，因为已经2026了嘛，其实麦肯锡也做了一个最新的报告，是有关于大陆接下来的消费者市场。他说认为接下来会有5个很重要的惊喜。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第一个，他说大陆的零售市场展现的强劲的一个弹性，尤其他就看了一下2025上半年的销售，较前一年暴增了5%，电动车更是重点，飙升了37%，汽车也不错。
错哦，增长幅度11%。再来就是旅游业哦，较疫情前增长幅度呢，国际航班啊增加了最多13%，国内旅游成长幅度15%。汽车产业呢，中国2025的汽车销量首度的超越了日本，登顶全球第一。电动车的出口11月直接翻倍成长。接下来包括了资本市场持续看好之外，还有大陆的流行文化，不管是黑悟空啊，或者是泡泡玛特、拉布布的销售，在全球也都是非常的好。但是眼前呢，《华尔街日报》又点出了大陆也不是没有困境的，特别提到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的年轻人好像在找工作上面压力比较大，因为内卷太严重了，所以兴起一个所谓叫做当老鼠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会在比较小的房间里面，然后每天一直滑手机啊，躺平滑手机，然后比较少社交等等。现在是不是也成为大陆有一些内部的问题跟外部经济的表现？张将军怎么看？这个讲老鼠人，就我们这边在台湾讲就是啃老族啊，就是靠长辈啊，长辈反正有这些存钱啊，反正现在孩子也生得少，靠爸爸妈妈就可以了，所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整个社会的结构跟未来国家的发展的状况。现在中国大陆啊，它之所以在经济上能够忍受度高在哪里？储蓄率高。因为中国大陆的储蓄率是46%，就是说我赚100块钱，我存46块，我只花54块，我一直存。所以现在中国大陆14亿人口，但是它现在储蓄的金额是160兆人民币。160兆人民币，我们14亿人口存了160兆人民币，换句话说，平均每一个人存了11万多人民币，你看够不够？够不够多？就每个人手上都有这些钱，只是放在银行，放在他的这些储汇局是这样子，他有这些钱可以用啊。所以，但是年轻人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将来会有3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我们讲到了，将来要有发展一定是官二代、富二代，或者是科技精英，或者是金融精英，这可以。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才有背景啊，官二代有官的背景啊，富二代有钱的背景啊。那个这些金融精英或科技精英，他是有科技的背景啊，所以是这样子，他有这办法才可以。因为这些将来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翻车？还有一个 AI 过来了，很多东西都自动化了，很多东西智能化了，不要再靠这些传统手工，一般基本水准的都被取代了，连驾驶这个司机都不要了，我自驾车干嘛要司机啊？通通被取代了，又3D 列印。又是我们讲到的这些附加价值高的这些科技都出来了，你还需要人力吗？所以将来这个中低水平的年轻人想要翻身，非常困难了。除非是官二代、富二代跟科技精英才有这些机会，那其他的只能干瞪眼了。而且这对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哦。就像刚才张先讲的，它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嘛，啃老族在台湾也很严重啊。但是我会认为中国大陆，我仍然还蛮看好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年轻人的素质相对来说是经得起检验的。我不止一次在这个节目讲，我们在发展 AI， 我在研究所教 AI， 我们公司在做 AI， 我们去找 AI 的人才，只能够在中国大陆找。你要么在矽谷找，你要么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985、211多的是啊，但是这些人将来就会很快的可以投入新的赛道，投入新的产业里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它所面临的状况，全世界都一样啊。那只是看说哪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他能够最快的走出这样的一个产业变革的困境而已。因为金价不断的创下新高哦，另外一头中国大陆则是不断的囤积黄金、清美债，美债逐渐的被抛售当中。今天会来关心一场去美元备战金融战这一场无声的行动，是否已经正在展开当中？中美金融对抗到底谁会先失血？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金价创下新高，每盎司来到了从年初的2650美元起跑到现在累积涨幅已经高达了70%了。还会不会再涨哦？这是来自于世界黄金协会现在做的一些采访分析，40%的央行未来1年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买黄金。而专家也认为说，在2029年金价持续的涨，甚至上看1万美元大关。这个是华尔街见闻特别做的分析。现在呢，黄金总市值已经高达31兆美元了，是科技巨擘辉达的7倍。哪一个国家现在疯狂的买黄金呢？答案就是中国大陆。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央行已经连续13个月增持黄金了，累积涨幅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70%了。这当中呢，它持续的这个买黄金哦，那
总储备已经达到了7412万盎司，创下新高。光是11月份就向俄罗斯进口黄金高达了9.6亿美元，数字同样创下了新高。好，赶快来看到另外一边呢，除了买黄金，大陆则是在马不停蹄的清空自己的美债。现在呢，可以看到来最新数字，10月份的美债持有量已经降到6887亿美元了，也是从金融海啸2008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了。媒体特别也传出了市场现在报道说，在中美对抗，还有现在关税战等等金融制裁不确定因素之下，习近平针对了黄金跟美债，他有他的盘算。媒体特别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包括传出他下令抛售了500亿美元的公债，7000多亿美元的美债，他说接下来剩下的这些美债，他也要逐步的把它渐渐的出清掉。另外，针对黄金的部分，本来呢是放在纽约分行的2000多吨的黄金，也偷偷的慢慢运回北京了，跟上海的金库来做储放。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这边传出的媒体报道，习近平持续的抛售美债，把黄金默默运回国内，代表中美这一场金融对抗赛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吗？一场去美元化、备战金融战的无声行动，难道已经正式的开打？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哈。这个美元来讲的话，在俄乌开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以及北约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将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甚至于将它踢出 SWIFT。我这边要讲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到俄罗斯去旅行的时候，那时候带着美金你这个进入俄罗斯之前，你就要将它换成卢布。那当然每个国家都可以用美金来交易，用美金来购物，但是俄罗斯除外。你拿了美金到他们的一般的市场或者是这个礼品店来讲的话，是不能使用的，你还一定要用卢布。所以我们就知道美元由于这个俄乌战争地缘战争的这个影响来讲的话，已经这个失去它的这种全世界的公信力。当然，就中国来讲，也要提早做准备以防将来这个它也遭遇跟俄罗斯同样的命运，会被制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来讲的话，那美元资产现在已经逐年在下降，逐步下降。我们看到美债的逐步的高筑然后这个美元已经在全世界已经失去它资产的吸引力，已经逐渐下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当然要大量囤储黄金。我觉得第三个原因是中美的贸易战现在开打正在激烈。我们知道，中国如果说趁这个机会，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的这种结构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然后因此才不会陷入所谓的美元陷阱。当然，中国利用在这次刚好这个黄金大涨的这个机会来讲的话，它大量的抓住这个机会这个以黄金来作为支撑。作为它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撑，大量的囤积黄金。那我们看到，从今年2025年今年来讲的话，它黄金增持，光11月份它就增持了3万盎司这总储备已经到了7412万盎司这个光这一年来讲的话，它就增加从它整个总储备从原来黄金只占3%。已经提升到9%。当然，这为什么中国有这么机会买这么多？我觉得也是中国走大运的时候了。因为俄乌开战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他自己本身这个被美国制裁嘛，他打仗需要钱，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除了卖原油，卖原油可能还不够，很多国家不买他的原油，被西方国家抵制制裁，所以他除了原油，大概只有中国或印度要买。那他打仗要钱呢？他钱从哪里来？我觉得就是卖他自己库存的黄金。那他卖他库存黄金，中国刚好这个时候当一个接盘侠愿意接手。所以说一个需要钱，刚好就卖黄金。那中国来讲，利用这个机会，刚好大量的囤储黄金。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国囤储这些黄金，减持美债，是不是跟美国除了说是在经贸上面做好这种风险管控之外，那会不会未来来讲的话？如果说万一中美一旦开战来讲的话，中国也有这种底气，不会因此而被美国卡脖子、掐住手腕。好，谢谢李将军。那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上次哥，有关于美元霸权是否也逐渐的衰弱？那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代表什么意义？首先我们看真的是黄金虽然已经涨了这2年多但是真的是到2025年今年才大家特别感受到整个黄金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绝对价值。
怎么说呢？因为过去来讲，其实黄金跟石油能源它们是互相避险的，大家是。黄金跟石油是一统在美元底下的，因为都黄金来计算，所以这两个是一旦有战争，然后大家买黄金。所以过去来讲，风险的规避其实是能源跟黄金之间的抉择。可今年当中不对，今年能源当中很大的变化，也包括因为新能源崛起，所以石油跟能源慢慢的不能说到边缘，但是没有像过往来讲。变成全世界的金融货币跟经济的最核心了，能源到边缘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元过去的力量就降下来。那我们现在看到是黄金跟美债这个之间，因为过去来讲，大家都宁可换成美元或买美债作为长期的避险工具。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债本身出现风险，所以呢，这一波以中国为主当中大量购买黄金，而且不止中国央行，还有很多国家央行。简单讲说，这个部分的全世界的所有对于风险规避的结构，在今年已经彻底改变，而且成为一个新的定案，就是黄金有黄金的系统，美债有美债的系统，当然包括美元。但这里头核心还是在于美国整个国家的势力的股汇。股债汇，也就美股、美债，包括美元汇率当中，这三个当中，今年有很大的动荡。大家都知道，美债现在当中，美国自己本身债务一大堆，它的美债不值钱，大家怕得半死。美元也被看穿了，你就一直印、一直印、一直 QE、一直宽松，到处都是美元，大家要买你美元，再买美元都笨蛋了。但现在美股还是很强势哦，而且我就讲，全世界的部分的资金，包括连中国的资金，都还是在美国华尔街股市非常巨大，资金成为一个巨大的护城河。我这样形容，我们在看现在美国当中跟中国这些资本势力，我都形容是中国是青龙，美国是金龙。青龙是很努力啊，民族意识就我们传统中国思考龙，可是美国这金龙你不能小看，因为全世界的货币的能力跟能量变成它的巨大的护城河，所以两方一个是劳工跟各方面的努力，一个是资本跟很懂得用科技，这两个力量的抗争，其实现在也体现在美金跟现在美债的两大系统里头。当然，现在大家买美金，开始买黄金，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要避险。整个美国的整体的状况，那黄金的部分就是一方面要避险，二方面现在央行在买，流动性的这种增持能力很强，而且现在预估到明年黄金会涨，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知道明年全世界40%以上的央行还会继续买黄金，而且他们 hold 住黄金不会乱卖，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下跌哦。那最后我要讲的部分还是这里头体现一个全世界趋势。首先，去中心化，美元或美国的势力不再是核心了，包括有新的势力。第二个，以中国为主的力量的崛起，经济势力的崛起，不会依赖美元，当然依赖别的。现在就是扣紧黄金，以及当然拥有黄金，最后是要货币战。当最后无论是台海战争或任何的部分原因，大家要经济对抗的时候，一个也许手握美元美债，当然一个手上有黄金。好。所以我们持续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金融对抗赛哦，中国大陆手握黄金，那它现在也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了。其实除了持续购买黄金之外呢，它现在也自己开挖更多的这个金矿哦。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2个地方在挖金矿，第一个地点就在辽宁，发现了有一个1444吨超大型的金矿，大到说这个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那根据统计，总价值呢达到了19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6兆元哦，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金矿。另外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到是山东莱州这个地方发现中国大陆唯一亚洲最大的，这个是海底巨型金矿，累计探明金3900多吨，已经占全国的26%了。包括它的金的储量跟它的产量都是全国最多的。另外来看到美国了，持续确实他们还是仍然看好黄金，预估高盛哦说这个2026年底会升到4900美元，摩根大通更是喊到了5000美元大关。川普认为说，这一波的这个黄金利多都是他造就的，所以他说川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全速前进。但是呢，专家就打脸他说，你确实现在看起来黄金一直涨，但是都是只是分配给富人而已。目前美国经济10%的富人，光是2025年上半年花费20兆美元，换算新台币600兆。说这个已经这样子的一个10%的富人花费的总额是已经超过了90%美国的人口总和。怎么看两边的财富分配状况？张将军，我认为美国的财富分配是恶化的，因为90%的人是拿到不到10%，
因为那个最顶端的10%拿到的是90%，你看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是非常的恶化？我认为美国的最重要是它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萎缩，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国内它的 GDP 的占比只有11%是制造业，其他都是金融啊、保险啊，还有我们所说的股票、债汇市都这个，那这个占了89%。你看看这个，那制造业大家所要知道的，真正有竞争力的是制造业，我制造这些东西，这品相你要的，而不是金融、保险、衍生性的商品。那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占比31.6%，够不够？够高了吧？是美国的将近美国的2倍。所以中国大陆是赢在制造业。那将来我认为是制造业决定这个整个的贸易，它贸易的实力是在制造业。那其他的那个衍生性的商品，那只是一些金融游戏而已。那第二个，我认为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美国问题出在它的人力成本太高，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贵。那贵怎么外销？同样的东西，我们讲的经常很喜欢大家提到大疆无人机，但我觉得为什么要买中国的大陆大疆无人机？因为便宜啊，那就是便宜。那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水准，中国大陆就是只有美国的价格的1/3。你看这个就有竞争力，对，价格就是竞争力嘛。然后另外我们来看美国，它这个近年的贸易的状况，美国的每一年的贸易逆差就是买太多东西了，1兆美元。今年最低是9月份，因为现在是12月，今年最低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单月9月份单月528亿美元，最低都还有贸易逆差528亿单月。你说说，美国还是没有办法，它关税战、这个贸易战弄下来，美国还是没有办法改弦更张哦。这个状况还没有办法逆转哦。所以我认为它的人力成本太高，还有贸易逆差太大，这结构想要短时间翻转是没有办法。但是美国存了这几十年的钱，所以一下以美元为这个主要的货币，还是没办法改。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的话，美国慢慢衰退，中国大陆慢慢崛起，但是这要时间，中国大陆才能够迎头赶上。还有一个，美国的国债38兆美元，对，那明年我判断明年的现在的时间就是年底，2026年年底可能破40兆，那这个包袱到现在为止，川普上任已经快1年了，没有办法改，所以我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蛮困难的。中国大陆呢，最近掀起了一波黄金的热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遍地在挖金。在四川的这个东北寨金矿呢，累积的黄金资源量就达到了81.06吨哦。那包括不久前辽宁的这个大东沟金矿更厉害，它挖到这个蕴藏量呢，预估有将近1500吨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呢发现规模最大的单体金矿床。包括了甘肃、包括了内蒙古、黑龙江这些地方，都是遍地开挖，在这个挖金。那么这份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数据呢，就显示2024年的这个全球黄金生产国，第一名毫无疑问是中国嘛，达到了3800的公吨；第二名是俄罗斯，也有330，抱歉。那么第三名是澳大利亚，也有290公吨。所以呢，参考这个上述的积极作为，还有中国大陆这个黄金量，已经是好几年都是第一了，未来势必也会持续的增加。大家都知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我们现场2位将军一定很了解这个背后的运作逻辑，所以我们先请张教授分析，中国大陆现在大量囤金背后，真的是为了大炮要一响了吗？我认为它会大量搜刮黄金，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黄金储备只有2304公吨，大陆14亿人口就2304公吨。美国多少？美国3亿4千万人口啊，但是美国的黄金储量是8133公吨。你看美国就很多啦，美国是中国大陆的3.5倍还要多哎。那我们现在从3方面来看，中国大陆会大肆搜刮黄金。第一个，中国大陆现在的国民总生产是18兆，美国28兆，中国大陆刚好就是美国的2/3。美国的2/3，美国有8133公吨黄金，你乘以2/3就是5500公吨。现在美国就2300，中国大陆就2300，一半都不到。你继续，你按照这个经济体量来比嘛，你要到5500公吨才能够符合你的，你不是18兆吗？每一年不赚18兆。美国是28兆嘛，总生产，大家拿总生产来看，这个是数字是很清楚的嘛。对，你现在就2300公吨，所以继续补。第二个，这是国力的象征。我黄金多，我不要管是银本位、金本位，我黄金多代表我国力啊，对不对？钞票大家都可以印嘛，我们拼命印钞票嘛，那钞票就不值钱了。黄金不会，
黄金就是固定就那么多。那所以我就认为，按照国力的象征，第二个，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大肆的收买黄金。中国大陆，你持那么多美债干嘛？你的外汇存底3兆干嘛？这全买黄金了嘛，对不对？1兆美元不是我们讲1亿美元可以买1公吨的黄金，那你买黄金就好了。第三个，我认为就长远来看，所有的币值都是通膨，钱会越来越不值钱，美元也会越来越不值钱。你都通膨，当然会不值钱嘛。对不对？那通膨，那什么会值钱？黄金，黄金以后没有说哈，黄金在贬值的，你黄金贬值我就买了嘛。你黄金都是慢慢稳定上涨，永远你从以前拉到会有波动没有错，但是一直波动往上波动哎，它不是往下波动，是往上爬哎。黄金从来没有说一直往下波动的哦，原来这样子啊，因为黄金不怕通膨，最抗通膨的就是黄金。那这样子你要不要买？所以我们从这3方面来看的话。中国大陆我认为还继续会有黄金，我认为它如果没有到达5500公吨的黄金，现在就2300嘛，它不会终止，最起码是5500公吨以上才能够符合比例原则。好，用这个国家大数据的表现来看啊，张教授认为还会持续的累积，背后就有很多的作为了。那除了积极开采金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跟民间也是大量的来购买黄金，很有挑战这个美元本位的味道。从几个动作可以看出端倪。包括向亲中的国家招手，说，你们来把黄金储备放在我们这个上海的黄金交易所吧。还有，在香港机场要成立一个贵金属金库，未来更可能要建立所谓的离岸黄金中心哦，甚至是让人民币的交易呢，能在国际的黄金市场来提升影响力。所以，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一手抛美债，就像刚刚教授讲的，一手买黄金啊，这就是现在最明确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讯号。那结合金融面上，或者说美元地位呢，会产生哪一些关键的影响？中国大陆最近的的确确在快速的抛售美债的持有，从原来的第一持有的外国机构变成排名第3。那同时，它也在增加黄金的这个购买跟储备。可是呢，以这个速度跟相关的趋势，其他的因素看起来哈。美元大概还在眼前短期之内，它的这个地位哈还是难以撼动。首先我们看美元的美国的外债哦，其实38兆，这已经是非常高。但在这里面哦，大概外国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还是基金持有的比例，大概占24%，将近9.3兆。那其他是美国的内部的这些机构、个人啊跟企业持有。那在外国持有这个9兆多的这个美债里面呢，就是过去201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 No.1，1.1兆。那现在呢，缩水的只剩下在今年1月的时候只剩下7600亿，可是大概到8月底的时候呢，来到了7005亿，所以一下少了600多亿。这光是这一年，每一年都在减少。如果从2011年到现在看起来，已经减少了46%以上，所以这是一个有策略性的在减少。排名第一是日本。日本在增加，现在是1.19兆。英国呢，大概是8600亿啊，日本、英国，然后中国，所以这个过程很清楚看的这个趋势。那黄金刚才张将军讲了，现在它是2403吨。那可是呢，这里面很重要一个数字，供大家参考。中国大陆黄金的储备哈，只占它整个外汇储备的7%，你就可以想象非常低了。是，一般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可以高到70%，哇，大概平均也会有50%左右。哦，那真的是因为黄金就比较保值嘛。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大陆可以持续就是说扩展黄金持有的空间。但是这个对美元霸权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个，我们刚刚看到，其实也就是说，盟国还是在继续买美债，所以呢，你抛有人买，这个美债还是维持它的这个地位啊，跟吸引力。那第二个就是美元的使用度大概还是85%以上，在大部分的国际贸易的交易。中国大陆的人民币现在是在增加，来到了5%到8.5%，是有增加，但是还有一段距离。那第三个就是讲的黄金，黄金很有趣味的。刚才张律师讲了，美国拥有多少？8000吨。那越来多人买黄金，黄金的价格就会怎么样？提高，那美国的黄金不是最多的嘛？全世界最多的储存，那美国的黄金越多，那美元的地位就更稳固了。所以这有一点蛮吊诡的。那它的美债继续的那么多，但是美国的黄金也这么多，
那因此你再怎么少买美债，你黄金变贵，它美国的黄金也增加，所以呢，这个当然就会看到国际贸易的这个比例上大家还是以美元为交易，短期内还是这样一个现象的。不过大的趋势已经看到了变化。了解。好，现在中国大陆全盘在准备的，其实还不止黄金啊。我们说3大战略物资，另外2项石油跟粮食呢，现在也是积极的作为。包括从2004年起呢，就大规模的新建石油储备设施，在去年底啊，这个石油的储备总量就已经超过了20亿桶了，并且2022年的时候，中国粮食的储备量，玉米拥有全球将近70%，然后稻米占全球的60%，小麦占全球的51%，很多东西吃啊，这些数字也都在持续增加。我们说买金买油，然后又广积粮，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缓称王了呢？这么积极的储备战略物资，我不知道是要怎么解读，但厉将军有嗅到就在为2027年的一战做准备吗？我觉得不只是为2027年的一战做准备，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任何一个家庭，当然都要有所谓的这种战略储备的物资那我们看一下这3样东西来讲如果说一旦这个不管是家庭或一个国家，万一碰到黑天鹅来讲的话那如果说你没有预做准备，没有预存必要的这种物资来讲的话，当然就会临时会措手不及那搞到最后变成，如果就国家来讲的话如果粮食不够，那老百姓自然会抢粮抢粮的结果，那就是物价会这个飞涨，然后最后就造成民不聊生那我们从疫情期间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有准备的国家，它可以很安稳的度过疫情。如果说没有准备的国家，在疫情期间可能就一蹶不振。那我们现在就有3个物资，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粮食部分中国大量的这种囤储粮食，尤其是说最近又跟美国恢复购买它的黄豆，大豆要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说是对美国示好，其实对中国来讲是很重要一个战略储备的一个物资，因为它这个黄豆来讲，它每年需求的量是非常多的它除了人吃之外，它也要喂猪这个才会有蛋白质的供给嘛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是以粮食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可以存储的量可以到7.3亿这个万吨装满的话，如果说它仓库装满的话，可以够它全国14亿人吃2年的时间，所以是绝对没问题的。万一碰到饥荒或者是天灾绝对可以应付。那这个石油来讲的话，当然它的石油存量从12亿到20亿桶可以充足有6个月的存量。那世界各国大概只有3个月。那就黄金来讲的话，当然刚刚前面2位大概还有1半的水位。